这幢大楼呢位于澳门对面的横琴岛上，然后我把具体位置放在这，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晚上的时间和朋友或者自己的家人进行一次探险，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次烂尾楼或者测试胆量的一次探险。来到了一个横琴岛上的一个烂尾楼，大晚上，我和我弟2个人，兄弟，干起来，走起来，好吧？看这些绿色的东西都是不停地在闪烁。对，直排。这边破旧的这些屋子，对。天哪，大建的公路，这里就是完全烂尾。这幢楼还算建好，对，它外部基本这幢楼就外部完全是没有建好，就差不多是这样。视频里烂尾楼是在中国的广东省的横琴岛上，这里呢又叫做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它位于珠海市南部，紧邻着澳门。目前澳门与广东省共同管辖，总人口为53040人。2024年3月1号起开始实行封闭运行的模式。这里呢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又一个梦，因为这是习近平在2009年考察澳门期间亲自宣布的一个重大的开发项目。首期工程投资总额达到726亿元人民币。此后呢，还投资了价值上百亿元的高铁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横琴岛作为习近平的重要政绩之一，他曾经5次亲自到当地考察。最近的一次，也就是12月18号，习出席了澳门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活动以后，在19号上午再次专门考察了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他说，中央决定开发横琴，目的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无论习自己说这个项目多么的有前景，但是呢，从2009年到今天，15年时间过去了，横琴岛被探访者披露如同空城一样。众所周知，习上任以来已经亲自打造了多个政绩工程，而每一个的最后都变成烂尾工程。先来看看网友上传的视频。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横琴最大的烂尾楼盘之一东西汇，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呢还有水坑。这里呢，整栋楼都属于一个停工的状态了，因为这边的话呢是不能拍摄的，刚过来拍就把人赶了，只能在车里面。来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边这些楼盘一个情况，它从这条路进来的横琴的东西汇是目前整个横琴烂尾最彻底的一個樓盤之一。咁我哋依家咧就喺港澳大道呢邊嘅，大家睇下右手邊呢度咧就係呢個時代永同窗啦。目前嚟講嘅話咧，亦都係一個爛尾狀態嚟嘅。等我睇下可唔可以兜入去俾大家睇睇先。誒，兜唔入。嗱，俾大家睇下永同窗啊，目前咧都係停咗工噶啦。大家睇下佢呢種狀態，知道停晒工，冇人喺呢度啦，就連保安亭都冇人啊。咁我哋依家見到隔離呢個嘅話咧，已經大家肉眼見到啦，上邊嗰啲鐵絲啊都已經生晒鏽啦，仲未封頂嘅，已經係冇嗰啲外棚架喺呢度啦。咁呢個嘅話咧就係珠海嘅中星微總部基地嚟嘅。見到咧成個金澳座標咧，佢嘅前台呢邊咧，基本上已經係搬空晒啦。灰塵好大，而且所有嘅電梯都係禁止使用當中同埋維護當中㗎。包括咧我而家咧就係喺佢嘅出邊呢邊。咁我哋見到咧呢啲無論係設備又好啦，亦或者佢係整體嘅環境都好啦，都可以話係雜草叢生，係即係俾人嘅感覺就係已經係。菜品來了，菜品菜鮮料啊，準備離場，倒計開始。你們那個高級的差多少？你們高級的差多少了？幾米啊，公司人？至少10米。啊，6米啊？不，我看你們那個工人都差個幾米啊，都差幾米的。啥？我叫老潘，我跟你講，這老潘講，就差6米啊。12月20號，自由亞洲電台發表文章提到，橫琴過去的成就備受質疑，一直被稱為死城。而中共官方的報道中說，在橫琴的澳門企業總數達到6000多戶，較初期增長了42%。在橫琴生活居住和就業的澳門居民分別有17.1%
和6.4%的增长。那么至于 GDP 方面，合作区今年头10个月创造出的 GDP 为人民币373.49亿元。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我們來看一看一位地產經紀的實地拍攝情況。有地產經紀近月喺平日晚上8點幾視察多個大屋苑，直指入住率達到3至4成左右。連首個為澳門居民建設嘅綜合住房澳門新街坊，原本提供4000幾戶住宅，但片段所見幾乎見唔到住戶燈火，入住估計不足1成。拍片者更加話仲聽到施工嘅聲音。再行到去另一個緊靠口岸，當時吸引大批投資者嘅華容琴海灣，同樣不足1成住戶燈火。至於商業街中央匯，亦都見到人流稀疏。喺較新嘅商場創新坊，亦有一半店鋪冇開，晏晝幾乎冇人流，餐廳連1成入座率都冇。澳門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曲錦熙說，共建橫琴能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說法，完全是痴人說夢。橫琴開發雖然能為澳門提供多個投資及工作機會，但是並不能促進澳門的多元產業。但係問題就係佢嘅 GDP 唔係澳門嘅，佢嘅產業唔屬於澳門嘅，佢嘅稅收亦都唔係澳門嘅，咁亦都未必能夠提供到為澳門人提供到符合澳門人生活水平嘅工資嘅一啲職位。咁所以睇落去，即使橫琴發展得再好咧，都同澳門係冇任何嘅關係。我們再來看看居住在橫琴的中國網友是怎麼說的。博主珠海房產阿牛哥表示，珠海橫琴變成一座空城，2600億人民幣的投資，一流的基礎設施，一流的交通樞紐，不說打了水漂，至少短期之內不可能有回報。除了長隆有些人氣以外，其他地方都沒有人。橫琴口岸那麼大，每天進出人數寥寥無幾，真的是白白浪費了個好地方。全國像珠海橫琴這樣的空城不只是一個兩個，當初政府想得挺好，一衝動就開始了建設。至於誰來投資，誰來建設，由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來決定。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其實都跟這些個具有地方融資平台性質的公司有關，但是沒辦法，誰叫這些公司是地方政府的親兒子，裡面的工作人員一般都是當地有權有勢的領導的子女，或者是他們親戚的孩子，根本沒有專業知識，什麼樣的人都有。至於項目建成以後會什麼樣，如果沒有完工又該怎麼辦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很多的項目其實就是瞎折騰，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地方債呢？珠海房產阿牛哥還指出，珠海橫琴從2009年開始開發，到現在已經是15年了，時間已經不短了。橫琴自貿區2024年3月1號正式實施分縣管理分關運行，那麼意思就是對於自貿區和大陸澳門之間的貨物與人員通行都採取一系列利好措施，更有利於自貿區的發展以及和大陸澳門之間的產業合作與人員流動。本來設想的是封關以後進出口貨物應該大量增加，貨物豐富，免稅購物應該吸引更多人來消費，自貿區將具有極大吸引力，國內外資金應該紛紛搶着來投資，但是現實呢，是一個也沒有。自貿區就像是做了一場夢，橫琴現在就是一座空城。那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麼多的爛尾工程？聊自由主義法學家袁宏斌表示，習近平有一個外號叫做爛尾皇帝，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而習近平正在利用着獨裁達成他想要的中國夢，但是習有這個能力嗎？現在國內的北京官場送了他一個稱號，叫做爛尾皇帝。他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那一整套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之外，他什麼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實際上應該被時代所淘汰的人，習近平呢又要利用獨裁權力親自領導、親自部署一切，整個中共暴政在習近平的獨裁之下呢，將成為一個最大的爛尾工程，也就是我們說的他正在走向滅亡。目前中國經濟持續低迷，民眾對未來的擔憂日益加劇，中共政府卻強調經濟正在復甦中，而習近平執政期間親自敲定的大事卻全部爛尾。中國網友為此做了一個票選爛尾排行榜，其中前3分別是10萬億芯片工程、一帶一路和雄安新區。
为什么中共的所有的工程到今天来讲都是一种烂尾工程？最核心的原因，这些工程在启动之前并不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建立的，而是从个人的政绩、从政治目的去建立的。这种工程是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在中共经济尚好、投资相当大的情况下，很多人借着政绩工程捞一笔。中共砸了巨资以后没有效果，依然要掩盖这些基本事实，还要继续吹嘘，继续往里砸钱，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另外，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还分析表示，中国的很多工程并不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去建立的，而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严重的违背了经济规律。那政治要凌驾于经济之上，一切都要听党的指挥，连这个外资企业都必须要建立党支部，他是这种干法。所以呢，这个是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习近平以为凭他自己那个所谓的内循环的模式，不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的模式，他就可以凭空变出一个繁荣的经济开发区来。其实这个是行不通的。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看到他搞了很多开发区，看上去显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其实并不是中共自己的本事，并不是中共自己有多么高明的政策，它其实主要是依靠能够吸引外来的资金与技术等等，然后中共再通过对这些技术进行复制、进行山寨，用弯道超车的方式，是用这种方式暂时获取一些红利。那么习近平他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错觉，他就以为中共自己有本事，完全可以自己搞起来任何项目，包括现在横琴这个开发区等等，但最终呢，全部都是烂尾工程。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